皇上，纯元皇后的死因，与皇后有关。大胆！难道皇上真的认为纯元的死与皇后没有关系吗？并不，其实皇上早就怀疑纯元之死与皇后有关了。为啥这么说呢？首先咱们来看温宜公主生日宴结束之后，皇后和简秋在屋里唠着嗑，唠着唠着，皇后就说起自己的大阿哥。简秋安慰皇后，说着什么皇后正当盛时，还会有自己的孩子的。可皇后却说自己年纪大了，早已不是适合孕育之身。如果说皇后只是拿自身原因充当借口也就罢了，关键皇后还提到了自己和皇上的感情。何况姐姐死后，皇上再未对本宫如从前那般。为什么纯元死后，皇上就对皇后不如从前了呢？难道说皇上是个深情的人？呸！被华妃勾腰带听瓜溜心跳的时候，他咋不说情深呢？更何况皇后不仅是进入王府最早的女人，她还曾经为皇上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并且在这个孩子下线的那天晚上，皇上只顾着沉浸在纯元有孕的喜悦之中，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一刻皇后有多么的悲痛。按照后来安小鸟痛失小小鸟之后，皇后曾对简秋说，如果黎妃够聪明的话，就会知道一个男人的怜悯和同情足以让他站稳脚跟。可见皇后完全知道该怎么样去抓住皇上的心，加上当时皇后痛失大阿哥，在原本就有爱的基础上，皇上应该更加怜惜皇后才对。可是咱们继续听皇后和简秋回忆往事的时候，简秋宽慰皇后说着，皇上对皇后还是很敬重的。可是皇后却讽刺道，一个女人得不到丈夫的爱，只得到尊重有什么用？简秋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劝慰皇后时，皇后突然问了一句，皇上对本宫比之昔年，对姐姐如何呀？娘娘，其实在纯元皇后未进府前，皇上对娘娘您也是极好的。划重点，纯元未进府前，可见在没有遇到纯元之前，皇上对皇后也是有爱的。那么问题又回到了开头，为什么在纯元死后，皇上对皇后就不如从前了呢？很明显，多疑的皇上因为纯元临死之前说的那些话，就已经开始怀疑纯元的死与皇后有关系了。只不过当时的皇上没有找到证据，再加上纯元临死之前还拜托皇上好好照顾皇后，这才让皇上没有继续追究纯元到底因何而死这回事。可皇上不追究不代表他不怀疑啊，这也正是因为这颗怀疑的小苗苗，导致皇上心里开始膈应皇后，从而不愿接近皇后。其次咱们再来看甄嬛第一次怀孕的时候，由于当时富察贵人的孩子表面上是给猫扑美的，所以皇上格外重视甄嬛的这一胎。为了不出错漏，皇上特意下令宫中不许养猫，甚至在后宫中唠嗑时，皇上还特别嘱咐皇后一定要小心照顾好甄嬛的胎。关键是皇上还提到了纯元，一定要小心着，别像纯元一样。皇上为什么会想到纯元呢？难道仅仅是因为甄嬛长得像纯元？不一定哦。不信咱们接着看，皇上提到纯元之后，皇后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不自然。当然为了掩饰这种不自然，皇后很快接起了话，说着什么姐姐命苦，自己不会再让悲剧重演的。可是咱们注意听，皇后说完这些挑不出错的话之后，皇上是这么说的，朕倒觉着既要细心照顾，也要防患于未然。这次富察贵人的事，是臣妾不够小心，要小心防范，尽量避免。皇上说的这话可以说是信息量十分大了，一个防患于未然，既让皇后小心照顾好甄嬛的胎，又告诫皇后千万不能再发生像当年纯元的事儿了。而一个富察贵人则是暗示了皇后富察贵人小产的事儿，她已经知道了，但是这回事儿她不打算追究了，所以甄嬛的这一胎绝对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最后咱们再来看甄嬛利用腹中的胎儿碰瓷皇后之后，简秋为了给皇后报仇，在甄嬛的汤羹中下了鹤顶红，结果孟静娴秒变人形帝都块，为甄嬛挡下了这一遭。皇上瞧着皇后都禁足了还不老实，当场派人把下毒的简秋送去慎刑司严刑拷问。不料简秋嘴巴严实，不肯招供皇后犯下的罪行，于是皇上又派人把皇后宫里的江福海抓去拷问。最终江福海不
仅把皇后陷害后宫嫔妃的事儿抖了出去，就连当年皇后是如何害纯元的事儿都被翻了出来。既然皇上在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震惊，但是当苏妃把当年皇后怎么害纯元的过程说出来时，皇上是这么说的：果真是他。听到了吧？果真是他。这说明了啥呢？说明皇上心里不是没有怀疑过皇后。如果皇上真的一点也没有怀疑纯元之死与皇后有关，那么皇上要说的就不是果真是他，而是竟然是他，或者是居然是他。皇上能用果真二字来总结这回事儿，就足以说明早在江福海招供之前，皇上就怀疑过皇后，只不过苦于自己没有证据，加上纯元死前的嘱托，皇上才一直用皇后和纯元之间有姐妹情来欺骗自己，从而不去追究这事儿的实情罢了。什么是最逆天的女主人设？纯元皇后，一个除了活着几乎无所不能的人，唱歌跳舞诗词歌赋。婉婉呀，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纯元皇后的技能大盘点现在开讲。纯元皇后的箫声可是宫中一绝呀。纯元皇后在音乐上的造诣有多高，光乐器这一项就让后宫众人望尘莫及，连苏培盛都知道纯元皇后的箫声是宫里头数一数二的好。这足以说明纯元皇后吹箫的水平绝对是这后宫里碾压式的存在，即便才情出众如甄嬛，她的箫声也只能勉强和纯元皇后比肩。现在有人吹得跟他一样好，反正想越过纯元那是不可能的，有白月光滤镜加持，纯元皇后的箫才是四大爷心中永远的 No.1， 并且不光吹箫，纯元皇后的琵琶也很厉害。何以见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英贵人入宫之后，四大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宫里皇贵妃的琵琶最好。请注意，四大爷口中的皇贵妃其实指的就是端妃。端妃的琵琶技能剧中虽然没有明显的展示，但能被四大爷官方认证为宫中第一。端妃弹琵琶的功力想必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问题来了，端妃的琵琶是谁教的呢？原著中有交代，是纯元皇后手把手教的。试想一下，能教出这么出色的徒弟，纯元皇后的琵琶段位怕是要比端妃高出不止一个 level。有纯元皇后的珠玉在前，端妃充其量只能算是纯元的琵琶手替。四大爷偶尔会去听一曲，听完了估计还得感慨一句：世间终没有人能及得上纯元。没办法，真不是其他人不行，而是纯元皇后太优秀了。说完了乐器类，咱们再来说说唱跳。说真的，家人们，纯元皇后要是活着，一定是紫禁城101中 C 位出道的全能爱豆，什么甄嬛、安小鸟，通通都得靠边站。歌喉虽然还有所不及，可是已经有6、7分像了。安小鸟紫禁城第一大 vocal， 她的嗓音和声线连一向碎嘴子的辛巴基听了都忍不住的酥了骨头，何况是四大爷。细想想，这么好的歌声居然只模仿到了纯元皇后6、7成的精髓，那纯元皇后本人唱起歌来该是何等的余音绕梁，惊为天人。不怪四大爷收集周边上瘾，当甄嬛的脸、安小鸟的歌、端妃的琵琶全都集中到了纯元皇后一人身上，换做任何人是四大爷都会对他念念不忘吧。所以作为一名合格的经纪人，宜修是懂怎么造星的。甄嬛得宠的时候，他悄咪咪的训练安小鸟，让安小鸟的歌声最大限度的贴近纯元皇后。等甄嬛小产失宠后，宜修立刻抓住这个空档，助力回锅肉安小鸟第2次成功出道。内廷排了一个新曲，还请皇上一观。结果显而易见，前一秒四大爷还因为嬛嬛和他闹脾气的事儿心里不大痛快，下一秒纯元皇后的滤镜一打，四大爷立马多云转晴，顺道给安小鸟升了职。蓉儿的常在还是去年此时封的，如今就晋为贵人吧。纯元皇后不服不行啊，嘿嘿，没想到吧，精通乐器，歌喉动人，还不是纯元皇后最拿得出手的杀手锏。实际上纯元皇后相对擅长的是甄嬛跳过的惊鸿舞。这惊鸿舞由唐玄宗梅妃所创，本已失传许久，但是纯元皇后酷爱歌舞，几经寻求原舞，又苦心孤诣地加以修改，
曾经一舞动天下。你说说是怎样精妙绝伦的舞姿才能配得上一舞动天下这个词儿？宝子们注意听，当时高度评价纯元皇后的人是辛巴吉。如果说四大爷夸纯元皇后多少有点恋爱脑成分，但要是宫里的嫔妃们也如此崇拜纯元皇后，那么真相只有一个：纯元皇后的惊鸿舞确实美轮美奂，以至于后来谁在跳惊鸿舞，纯元皇后的版本都是他们无法超越的经典。这惊鸿舞最难学习，舞好了那是惊为天人，舞不好那可就是东施效颦了。难怪惊鸿舞三个字儿一出，即使稳重如梅姐姐都忍不住的替甄嬛捏了一把汗。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没明白，上帝究竟给纯元皇后关了哪一扇门？关键是才艺技能满点也就算了，纯元皇后在女工刺绣上也有2把刷子。姐姐的针线功夫是数一数二的。纯元皇后的女工怎么样？从宜修的这句话里，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尤其是四大爷纯元亲手做的睡衣，他就是穿旧了、穿破了也舍不得换。这件青衣是纯元皇后在的时候给朕做的，那个时候她给朕做了很多件儿，现在只剩这最后2件了。要知道那个时候全皇宫最会刺绣的是安小鸟，她的娘亲是苏州的一位绣娘，因此安小鸟的女工刺绣一般人比不过。还有甄嬛，甄嬛在服装设计这块虽然比不上安小鸟吧，但谁让她长了一张纯元周边脸，技术不够，勤奋来凑。当时这俩人都各自给四大爷做了一件睡衣，可四大爷呢放着2件新衣服不穿，到头来他还是捡了纯元皇后那2件旧衣来穿。贴身穿的衣裳还是穿久了的好，舒坦踏实。四大爷这话说的是他的内心独白。安小鸟很好，甄嬛也很好，但无论是谁都不及纯元皇后好。衣服如此，人亦如此。最后一点必须要提的，当属纯元皇后的才华。四大爷身为帝王，饱读诗书，有相当高的审美水平，哪怕在后世都是出了名的风雅皇帝。所以四大爷真正欣赏的也是通诗书、有才气的女子。但6宫中的很多嫔妃文化水平有限，有的甚至大字儿不识几个，能和四大爷谈天说地的唯有一个纯元皇后，一个甄嬛。果子狸曾经说起过，臣弟幼时就常听皇兄和皇嫂谈词论赋，一无赫歌。后来也只有甄氏能跟朕说上几句。没错，当年在王府的时候和四大爷谈论诗词歌赋的正是纯元皇后本人，这足以说明纯元皇后的知识水平和四大爷相当。再加上纯元皇后性情纯净，酷爱梅花，整个人的气质一定是富有诗书气自华，才会让四大爷迷恋不已。包括那一句贯穿全剧的逆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甄嬛念过，纯元皇后也吟诵过。皇上可还记得姐姐刚入府时常常吟这首诗啊？通过侧面观察甄嬛的才情，我们也能了解到纯元皇后的文学功底丝毫不输甄嬛。他们2人是四大爷心目中不可多得的2位后宫状元。如此看来，纯元皇后当真没有短板。这么一个不在任何场合出现却又无处不在的女人，就问你服不服？《甄嬛传》中有这么一个神秘的人，他活在后宫每个人的回忆里。他看似没有出场，实际上他的技能贯穿全场。他就是皇上心目中的白月光纯元皇后。这期咱们就来唠唠纯元这个技能有多好用。第一点，甄嬛靠着纯元同款皮肤，在宫斗团战中杀出一条血路，最终拿到全剧 MVP。选秀当天，甄嬛因容貌长得与纯元皇后相似，把太后吓得一激灵啊！当时甄嬛也因为她的容貌被皇上当场看中。选秀结束当晚，皇后前去恭祝皇上喜得佳人，结果皇上脸上藏不住的喜悦，拉着皇后透露出他对选秀所遇很是满意。善美。哈，皇上您确定这不是借口吗？甄嬛在选秀的过程中，也只有在听到梅姐姐入选的时候笑了。
当时四大爷您完全没有注意到他吧？这个婉字确定不是纯元皇后吗？甄嬛入宫后，又靠着5分容貌以及5分性情，顺利地成为了皇上最重要的解语花。直到甄嬛误穿纯元皇后的故衣，以及皇上甩出最致命的“晚晚泪清”4个字，甄嬛才意识到这些年终究是错付了。于是甄嬛死心，产女离宫。甄嬛离宫后，担心自己的女儿处境艰难，所以甄嬛请求一直庇佑她的姑姑帮忙。最终姑姑和静妃联手推出纯元高仿项圈。皇上看到胧月戴的高仿项圈后感触良多，所以皇上对胧月关爱有加。同时皇上还把纯元的正品项圈给了胧月。表面上胧月只是得到了纯元的项圈，实际上这款项圈成了胧月的护身符。而甄嬛也在得宠失宠再复宠的过程中，彻底看清了皇上对纯元的爱。所以当甄嬛在甘露寺读博结束，决定回宫给小孩谋一个北京户口时，甄嬛使用纯元皮肤的技能节节高升，最终在宫斗团战中一举获胜。除此之外，甄嬛的妹妹玉娆也因为长得像纯元而被皇上看中。皇上不仅产生了纳玉娆为嫔妃的念头，而且还当着甄嬛的面对玉娆上手，甚至3番2次对玉娆表露爱慕之情。后来玉娆在甄嬛打辅助下脱离魔爪，顺利嫁给了皇上的弟弟慎贝勒。虽说玉娆嫁人了，皇上不能再对玉娆下手，但皇上对玉娆依旧关爱有加。除此之外，甄嬛的母亲也因为长得像纯元，进宫看望甄嬛时都得处处避着嫌。可见纯元同款皮肤及纯元周边这项技能不仅会引起大 boss 的注意，还能在关键时刻保命。利用好这项技能之后，甚至可以屠龙。第二点，安小鸟靠着纯元同款嗓成功晋级。当时甄嬛因为小产事件与皇上产生隔阂，国际调香师安小鸟在皇后的授意下秘密参加私人歌手培训班，在一场湖边盛典中，安小鸟脱颖而出。哇，好熟悉的歌声啊！皇上听到纯元同款嗓，立马梦回少年，站在湖边焦急地等待着家人入怀。安小鸟一曲唱毕，从小船走向小亭，皇上掀开安小鸟神秘的面纱，又惊又喜啊！转头就对皇后说了一句：“有心了。”可见皇上对这副纯元同款嗓十分满意。而安小鸟也凭借着纯元同款嗓成功晋级，有安常在，顺利化身贵人鸟。可见但凡和纯元沾上边的同款元素，都能在皇上面前赢得一时的宠爱。难道说皇上是纯元的死忠粉，所以他就开个后宫来收集纯元周边？哇，饭圈大佬666啊！第3点，宜修靠着纯元遗物稳坐中宫。剧中宜修充分地利用了纯元的剩余价值，不仅在被皇上怀疑的时候，利用睹物思人这招卖惨引起皇上的不忍，让自己一次次进入安全区之外。宜修还利用纯元故衣把甄嬛按在地上摩擦，一件故衣轻轻松松让皇上烦了甄嬛，也让甄嬛认清现实，明白自己只是替身罢了。不得不说，宜修这招实在是绝，难怪宜修总爱收藏着纯元这么多遗物。原来这些遗物不仅能让皇上想起纯元，从而对宜修多了一层关照，关键时刻这些遗物还能帮助他精准打击对手。宜修由衷地称赞纯元实在是太好用了，可见纯元简直是宫斗大战中的万金油啊，迈向荣宠走向巅峰的武林秘籍。其实不管是纯元同款皮肤，还是纯元同款嗓音，亦或者是纯元所留下的遗物，无不深刻地诠释了皇上心中那份爱。所以对皇上没有了爱，一心搞事业的甄嬛才能将这份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甄嬛传》中有这么一个人，他明明可以借着与苏妃的交情谋得一份好差事，他明明可以听从甄嬛的安排留在宫中，结果他却甘愿陪甄嬛离宫前往甘露寺进行修行。他就是槿汐。这期咱们就来唠唠槿汐为何忠于甄嬛。第一点，的确有纯元情分在。
虽然整部剧中没有出现纯元这个人，但纯元这个名儿出现过很多次，就连锦溪跟随甄嬛出宫后也念叨过一次。虽然锦溪在与甄嬛误穿纯元故意的事件中，曾和甄嬛有过一次深入的谈话，当时甄嬛也怀疑锦溪是因为她的长相才效忠于她。对于甄嬛的猜测，锦溪是这么说的：小主和纯元皇后是有几分相像，但也不十分相像。锦溪坦诚，他最初效忠甄嬛是因为纯元，原因无他，只因锦溪在冬天给人洗衣服，冻得满手都是冻疮时，偶然间锦溪遇到了还只是雍亲王福晋的纯元。也正是这次的遇见，让锦溪得到纯元垂怜。众人瞧着纯元对锦溪清言有加，拜高踩低惯了的人开始对锦溪恭敬起来。但锦溪还没来得及报答纯元的恩情，纯元就去世了。于是当锦溪成为长氏姑姑，见到甄嬛的时候，锦溪便认为这是上天给她报恩的时机。所以锦溪一开始确实是因为纯元的情分而效忠甄嬛。第二点，甄嬛对待下人极好。甄嬛入宫当天给锦溪留下的印象，除了长得像纯元之外，便是极有教养。当时锦溪给甄嬛整理寝宫，瞧着甄嬛来了，锦溪急忙上前对甄嬛行礼，不料甄嬛连忙将锦溪扶起，并说：咱们名分上虽是主仆，可是你比我年长，阅历又多，我心里是很敬你的。但在嫡庶尊卑的年代，甄嬛此举就如锦溪所说，小主这样做真是折煞奴婢了。但也正是因为甄嬛对下人的不轻视，让锦溪从心底里认下了这位小主。毕竟若是换了四季妹和瓜六这种小主，不被打就已经很不错了。除此之外，甄嬛还关心下人生活。当时夜深人静，突然甄嬛听到有人在哭，为了一探究竟，甄嬛走出寝宫，结果发现是守夜的小允子在廊下哭。得知小允子是因哥哥生病无人照顾而哭，甄嬛直接给小允子放了假。人食五谷杂粮，难免有病痛。左右这2日闲着，你去照顾你哥哥吧。可见甄嬛不仅对下人关心，对下人的亲人也十分关心。后来小允子也是因为甄嬛这一举动，对甄嬛感念在心，并一直效忠于甄嬛。锦溪作为碎玉轩的长氏姑姑，这一切她自然看在心里。第三点，甄嬛不仅得宠，还有头脑。生在紫禁城、活在紫禁城的人都知道，想要在宫里活下去，恩宠是必不能少的。甄嬛初入宫时因装病避宠，宫里的太监宫女也跟着低人一等。后来甄嬛在杏花微雨获宠，锦溪高兴都来不及，怎么还会离开呢？并且甄嬛在一场场被害与反击中，都表现出了她过人的智慧。不管是得宠还是失宠，又或者是负宠，甄嬛在长街被长街一姐羞辱之后，使用上了她最看不上的以色侍人。为了重新获宠，甄嬛吩咐人给她抓蝴蝶，大雪天跪在地上，使用回忆杀再度获宠。你让朕心醉。有着纯元同款皮肤的加持，再加上皇上欣赏她的才华，可见只要甄嬛用心，她是不愁没恩宠的。但是甄嬛的目的还不止于此，她要的是让皇上对她这个人牵肠挂肚，所以皇上一次次登门，一次次碰壁。所有人都以为甄嬛心里还有气，却不料锦溪懂了这招欲擒故纵。小主日益婉拒，为的是欲擒故纵4个字。所谓欲擒故纵呢，最终还是在那个擒字上，纵不过是手段而已。所以擒也要擒得得当，万万不可前功尽弃才好。后来甄嬛为了报长街之辱，特意在请安大会结束下班回家的路上拦截曹贵人和富察贵人，邀请他们赏雪。曹贵人是个聪明人，看出了赏雪是假，但富察贵人不知道甄嬛要搞什么名堂。直到甄嬛说起人质的故事，富察贵人才明白甄嬛要报长街之仇。曹贵人瞬间明白了甄嬛这是在杀鸡儆猴，于是曹贵人也不和甄嬛绕弯子了，直接问甄嬛究竟想做什么。而甄嬛心里更清楚曹贵人的聪明，为了利用曹贵人，甄嬛决定先把曹贵人收到自己阵营。甄嬛3言2语吓傻对手，并且还把聪明人骗到手的操作，让锦溪不得不服。跟着这么一个有头脑的主子，以后的日子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第4点，锦溪把宫中局势摸清了。甄嬛生下胧月，决心出宫修行的时候，锦溪清楚她不得不跟着甄嬛走。首先，宫里背叛主子的人下场都不好。
参照康禄海以及绯闻等人。其次，槿汐明白，自从华妃下线之后，皇后就把甄嬛当成了华妃 2.0。如果甄嬛出宫时槿汐不跟着走，那么很大可能她在宫中会受尽折磨。毕竟瓜六作为嫔位的小主，都能对服侍过甄嬛的佩儿动手，万一槿汐被皇后视为眼中钉，那么她在宫中的处境可想而知。与其受到不可知的刁难，还不如跟着甄嬛出宫也算清静。虽然宫外的生活没有锦衣玉食，但是出了宫就远离了算计。更何况甄嬛对槿汐不像对下人，更像是对待朋友一样。而面对这样少有的小主，槿汐一直效忠甄嬛也就不奇怪了。因此，当甄嬛决定回宫需要助力时，槿汐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她去找苏培盛帮忙的主意。奴婢与苏培盛是同乡，奴婢刚入宫时，苏培盛对奴婢也是颇为照顾的。而且入宫这么多年，苏培盛对奴婢也并非无意，奴婢愿意尽力一试。槿汐甘愿用自己的幸福换甄嬛回宫，所以当槿汐和苏培盛陷入对峙事件，甄嬛挺着大肚子也要去救槿汐，里边的情谊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甄嬛，槿汐想不效忠都难呐。皇上，若是姐姐在的话，她一定会相信臣妾是清白的。这是皇后又一次打出纯元这张王牌。纵观全剧，一旦皇后需要自救或者是打压甄嬛，她总会搬出纯元这张王牌，要么是刻意在皇上面前提起她和纯元的姐妹情，要么就是在不断的整理纯元的遗物。皇后以为纯元这张王牌是她独有的，却没想到到了后期，纯元这张王牌也会被甄嬛所利用，甚至利用得更高级。这一期咱们就来唠唠甄嬛是如何利用纯元这张王牌的。首先咱们来看甄嬛生下胧月的时候，虽然皇上乐呵呵的跑来向甄嬛求和，但是此时的甄嬛还是没办法接受自己是替身这回事儿。加上皇上听信他言，把甄嬛的父母流放到宁古塔，甄嬛实在是做不到与皇上重归于好，于是甄嬛决定出宫修行。皇上准许后，甄嬛对皇上说了一句：臣妾既想离开，孩儿的性命就允许臣妾来取，请皇上成全。好，就叫婉婉。婉婉怎么起这名儿？难道是因为我们这个婉婉吵得还不够凶吗？很明显，皇上的脸色变得很不好，而甄嬛也清楚自己说出婉婉二字一定会让皇上想起纯元。于是甄嬛说道。皇上听甄嬛这么一说，便觉得自己不该和嬛嬛怄气了，因此皇上试探性地说着，其实你不想出宫修行也是可以的。但甄嬛之所以给胧月取婉婉这个名字，可不是让皇上出言挽留自己的，他这么做无非是利用皇上对纯元的思念，换得皇上对胧月的眷顾。毕竟只要胧月有一个和纯元小名同音的名字，胧月就不会变成一个被皇上遗忘在深宫的公主。这也是为什么当嬛嬛重新回宫见到端妃时，端妃会说：你说当年你生下胧月才3天就离宫，那3天的殚精竭虑，哪一点不是为他一辈子做尽了打算？可见甄嬛取的这个婉婉并不是一时兴起。其次，咱们再来看方若奉太后之命到甘露寺时，方若先是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让甄嬛给太后抄佛经，紧接着方若又给甄嬛说起胧月的近况。眼瞧着胧月马上过周岁了，甄嬛便问方若纯元有没有心爱的首饰、项圈之类的。方若细想一番回答：纯元皇后有一个用羊脂美玉做成的芙蓉项圈，是她生前最喜爱的，好像是大婚那天皇上亲手所赐。也正是因为这个项圈是皇上亲手所赐，甄嬛立马想到了她可以利用皇上对纯元的这份情，再次为胧月寻求一份庇护。于是甄嬛求方若替她请内务府的工匠们也为胧月雕铸一块纯元同款项圈。果不其然，在胧月周岁宴这天，皇上抱着胧月便问胧月脖子上的项圈是哪来的。静妃害怕皇上会因一个项圈迁怒于胧月，连忙解释说这是自己前几天为胧月准备首饰，发现没有玉项圈，就让内务府去赶制了一个。皇上听静妃这么一说，越看越觉得这个项圈眼热。一旁的端妃瞅着皇上的神情，及时开枪，说着什么纯元皇后也有一个这么类似的项圈，只是静妃静府晚不知道罢了。
皇上一听，立马想起了当年自己赐给纯元的项圈。也正是因此，皇上越看越觉得胧月与纯元有缘，于是皇上立即叫来苏培盛。一个仿品换来了一个正品，并且胧月还会因这个正品得到皇上更多的疼爱，可见甄嬛这波稳赚了。最后咱们再来看安陵容他爹再次入狱的时候，安陵容穿着一身素衣跪在养心殿外替他爹求情。甄嬛陪同皇上走到殿外，瞧着安陵容脱簪请罪，比平时更惹人怜惜的样子。甄嬛生怕皇上一心软就放了安陵容他爹，于是甄嬛先发制人，直说安陵容淡妆素裹，比平时更招人疼。正当皇上不知道甄嬛要唱哪出时，甄嬛又说：“这又是纯又是白的，你以为甄嬛只是在点评安陵容的穿着，并且在教她做事吗？错，大错特错！甄嬛嘴上这个纯字分明是在暗指纯元，她在告诉皇上安陵容此举玷污了纯元，而皇上也意会到了甄嬛的意思，当场接着甄嬛的话茬上教安陵容做事，和欲望在一起，玷污了纯白的本意。不得不说，语言大师还得是甄嬛，只是简单的一纯一白一欲望，就让皇上恼了安陵容。除此之外，甄嬛还用纯元这张王牌干掉了皇后。自从甄嬛从甘露寺重新回宫之后，皇后便使用了2次纯元这张王牌去膈应甄嬛。第一次是甄嬛生下双生子的时候，皇后故意在皇上面前提到她在收拾纯元遗物。很明显，此时皇后用纯元这张王牌勾走了皇上的心。甄嬛还是挺无语的，但是当皇上看到宫女拿着梅花起舞的时候，皇上第一时间想到了他与甄嬛在倚梅园相遇的场景。于是皇上忍不住当场念起甄嬛当年念的诗句，眼瞧着这波回忆杀把氛围搞起来了，偏偏皇后来了，你看我想不想理你就完了。皇上一脸郁闷，甄嬛现在回忆杀的嘴角也僵住了。皇后以为她成功膈应到了甄嬛，不料甄嬛很快就转换了情绪，并且还主动的说起纯元，把自己和纯元放到一块儿说。看来甄嬛丝毫不介意自己是替身这回事儿了。皇上听到甄嬛不避讳提纯元，果然又夸了她一番。至于甄嬛通过安陵容死前的那一句皇后杀了皇后，从而再次发动纯元这张王牌，彻底扳倒皇后。往期咱们说过，这期就不详谈了。总之，通过对比，咱们会发现，皇后利用纯元无非是打感情牌，以及不停地整理纯元的遗物，而甄嬛不但会想到与纯元有关的物件，神不知鬼不觉地加以利用，甚至她还会装得像纯元一样善解人意，以此去博宠博权。果然，只要心中没有爱，拔刀比谁都要快呀！利用纯元这一块，还得是甄嬛牛。皇上，纯元皇后的死因，与皇后有关。大胆！难道皇上真的认为纯元的死与皇后没有关系吗？并不，其实皇上早就怀疑纯元之死与皇后有关了。为啥这么说呢？首先咱们来看温宜公主生日宴结束之后，皇后和简秋在屋里唠着嗑，唠着唠着，皇后就说起自己的大阿哥。简秋安慰皇后，说着什么皇后正当盛时，还会有自己的孩子的。可皇后却说自己年纪大了，早已不是适合孕育之身。如果说皇上再未对本宫如从前那般，为什么纯元死后皇上就对皇后不如从前了呢？难道说皇上是个深情的人？呸！被华妃勾腰带听瓜溜心跳的时候，他咋不说情深呢？更何况皇后不仅是进入王府最早的女人，她还曾经为皇上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并且在这个孩子下线的那天晚上，皇上只顾着沉浸在纯元有孕的喜悦之中，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一刻皇后有多么的悲痛。按照后来安小鸟痛失小小鸟之后，皇后曾对简秋说，如果黎妃够聪明的话，就会知道一个男人的怜悯和同情，足以让他站稳脚跟。可见皇后完全知道该怎么样去抓住皇上的心，加上当时皇后痛失大阿哥，在原本就有爱的基础上，皇上应该更加怜惜皇后才对。可是很明显，多疑的皇上因为纯元临死之前说的那些话，就已经开始纯元的死与皇后有关系了。只不过当时的皇上没有找到证据。
再加上纯元临死之前还拜托皇上好好照顾皇后，这才让皇上没有继续追究纯元到底因何而死这回事。可皇上不追究不代表他不怀疑啊，这也正是因为这颗怀疑的小苗苗，导致皇上心里开始膈应皇后，从而不愿接近皇后。其次，咱们再来看甄嬛第一次怀孕的时候，由于当时富察贵人的孩子表面上是给猫扑没的，所以皇上格外重视甄嬛的这一胎。为了不出错漏，皇上特意下令宫中不许养猫，甚至在后宫中唠嗑时，皇上还特别嘱咐皇后一定要小心照顾好甄嬛的胎。关键是皇上还提到了纯元，一定要小心着，别像纯元一样。皇上为什么会想到纯元呢？难道仅仅是因为甄嬛长得像纯元？不一定哦。不信，咱们接着看皇上提到纯元之后，皇后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不自然。当然，为了掩饰这种不自然，皇后很快接起了话，说着什么姐姐命苦，自己不会再让悲剧重演的。可是咱们注意听，皇后说完这些挑不出错的话之后，皇上是这么说的：朕倒觉着，既要细心照顾，也要防患于未然。这次富察贵人的事，是臣妾不够小心，要小心防范，尽量避免。皇上说的这话可以说是信息量十分大了，一个防患于未然，既让皇后小心照顾好甄嬛的胎，又告诫皇后千万不能再发生像当年纯元的事儿了。而一个富察贵人则是暗示了皇后富察贵人小产的事儿，她已经知道了。但是这回事儿他不打算追究了，所以甄嬛的这一胎绝对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最后咱们再来看甄嬛利用腹中的胎儿碰瓷皇后之后，简秋为了给皇后报仇，在甄嬛的汤羹中下了鹤顶红，结果孟静娴秒变人形地图块，为甄嬛挡下了这一遭。皇上瞧着皇后都禁足了还不老实，当场派人把下毒的简秋送去慎刑司严刑拷问。不料简秋嘴巴严实，不肯招供皇后犯下的罪行，于是皇上又派人把皇后宫里的江福海抓去拷问。最终江福海不仅把皇后陷害后宫嫔妃的事儿抖了出去，就连当年皇后是如何害纯元的事儿都被翻了出来。既然皇上在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震惊，但是当苏妃把当年皇后怎么害纯元的过程说出来时，皇上是这么说的：果真是他。听到了吧？果真是他。这说明了啥呢？说明皇上心里不是没有怀疑过皇后。如果皇上真的一点也没有怀疑纯元之死与皇后有关，那么皇上要说的就不是果真是他，而是竟然是他，或者是居然是他。皇上能用果真二字来总结这回事儿，就足以说明早在江福海招供之前，皇上就怀疑过皇后，只不过苦于自己没有证据，加上纯元死前的嘱托，皇上才一直用皇后和纯元之间有姐妹情来欺骗自己，从而不去追究这事儿的实情罢了。